和哥哥叶森合伙开旧牧场，3年做到月入70万。叶森觉得我只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就能分到1半钱，心中不满。他带人独占场子，把我赶走，以为抢下场地就能稳赚大钱。我转头离开，重建木材厂。开业第1天，哥哥生气怒喊：“人呢？送木头的都去哪儿了？”我叫叶枫，专收旧房梁、工地模板和那些林场的边角料。那些木材经过分拣、烘干、除虫、定级，用来直供家具厂、木炭厂和建筑公司。而我哥叶森整天游手好闲，我想着都是亲兄弟。当年建木材厂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合伙，他出地，我出钱，我负责找货源、签订单，他负责送货。3年时间，我俩把小摊子做到月流水70万。可人心说变就变。这天上午，我正在算账，叶森突然闯进来，扔给我3万块钱，一脚踩在烘干的老榆木上。叶枫，这牧场从今天起归我了，这3万块钱你拿走，这是你当初投的本钱，1分不少还给你，钱两清，人两清，牧场以后跟你没关系。我气得浑身发抖。哥，你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牧场开始赚钱了，你要赶我走？叶森满是怒气。我不跟你合伙了，现在这厂里1个月能挣70万，你就要拿走1半。你平时不就坐在办公室打电话签字吗？凭什么拿这么多钱？听到这话，我气得没忍住笑出声。打电话签字，你说的简单，这厂子里的哪一笔订单不是我谈下来的？那又怎么样？现在牧场在我手里，工人听我的，场地是我的，没了你，我照样干。我盯着他一字一顿。我告诉你，这牧场最值钱的不是这几间棚一堆木头，是我3年攒下的口碑和人心。你抢得走场地，抢不走这些。叶森暴怒，一把掀翻我眼前的账本。少跟我扯这些，今天就明说，厂里现有的木料归我。还有那些供货商签的都是厂里的名字，跟你没关系，赶紧滚！我沉默3秒，没再说话。对这种不计人情的东西，多说无益。这3年也算是全了我们之间的兄弟情分。我转身走进屋内，只拿走了一本磨破的记事本，上面记着客户要求的烘干参数和品控红线。叶森看着我怀里的东西，满脸鄙夷嘲笑：“破本子也当宝，穷鬼赶紧滚！”我走到门口，没再回头。下一秒，叶森的手机猛地响起，看到对面是家具厂的老板，立刻收敛了刚才对我的那副嚣张样。喂，张总啊，您放心，我一定准时给您交货，您就放心吧。等老子赚了大钱，谁见着我不得喊一声叶总？叶枫那种货色，也就配给我提鞋。离开原木料厂后，我没有半分慌乱。早在察觉叶森贪婪时，我就已经备好后手。我掏出手机，拨通镇南废弃板材厂老板电话。王哥，你之前跟我说的那块场地还在吗？怎么不在？那地儿我就专门给你留的，就等着你呢。我点点头，告诉他：行，王哥，我现在给你转定金，咱们立马签合同。王哥又惊又喜，立马答应了我。镇南场地占地40亩，是原牧场10倍大，紧邻省道，交通便利，大车进出顺畅，自带棚屋。这是我早就看中的理想场地。叶森强占了原来的厂房，反倒帮我下定决心。挂了电话，我驱车直奔镇南。一路上，我快速梳理渠道资源，家具厂张总、木炭厂刘厂、建筑公司赵工，全是3年老伙伴。他们看中的从不是场地，而是我稳定的品质与准时供货。只要品质在，渠道就在，客户就在。而叶森连木料干湿、虫蛀和含水率都不懂，他以为收木料就是低买高卖，傻子都能赚。但他不知道，这一行的水深足以淹死他。刚到新场地，我掏出手机点开了旧木材厂的监控，发现我用了很久的那台过磅机器变得崭新，显然是叶森换了新的。但按照他贪婪自大的性格，这机器绝对有猫腻。我放下手机，站在空旷场地放眼望去，这里的厂房只要稍加改造，就是全镇最规范的旧木料加工点。施工队很快赶到，我当场就敲定方案，建成全机械化的木材厂房。之前的木材厂根本没地方让我做这些改装，就连空气净化系统都没地方安。现在有了场地，我一定会让我的木材厂成为全国闻名的供应商。施工负责人满脸震惊：叶老板，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规范的木料场地设计图。我淡淡一笑，告诉他别管这么多，3天内必须完工。叶森就活在我那个原来的小木料厂，等着别人去他那里买坏木材吧。我当场转给施工负责人300万。有了钱，镇南新场地直接连夜施工，水泥车轰鸣，焊墙火花四溅，工人3班轮换。我守在现场，亲自盯每一个细节，不敢马虎。品质是我立足的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能出错。趁着施工，我挨个拨通客户的电话，告诉他们我搬去镇南的新木料厂了，3天后正常供货，品质只高不低。那位老伙伴半点不含糊：叶枫，我们认的是你这个人，不是那块地。你放心，你在哪儿，订单就在哪儿。挂了电话，我又联系常年供货的老乡，拆房队老周、林场王师傅、工地下廖哥。我这厂子称准价时，不扣称不压价，大家尽管来。消息一散，所有人都记在心里，只等我开张。3天不到，全镇最规范的旧木料加工厂正式成型。与此同时，原木料厂已经乱成一锅粥。第2天一早，
正是拆房队工地林场集中送料的高峰。拆房队老周第一个开着小货车，拉着一车干透的老榆木房梁到场。他高兴下车，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叶森和他的跟班。卸车，连车带货，上磅！老周把车开上黑心地磅，然后熄火下车，磅秤数字跳动，最终定格在一个离谱数字。总重1200斤，扣车重，实重800斤，1块2一斤。老周当场脸就沉了。我这车货在镇上付过磅，实重1100斤，你这一称，直接少了300斤，你玩我？叶森眼睛一瞪，瞬间翻脸。我的秤是国家标准，你说过不准就不准，爱卖不卖，不卖赶紧开走。后面还排队呢。老周常年跑工地拆房，脾气本就火爆。你这是黑心秤，明着抢钱是吧？叶森上前一步，指着老周鼻子骂：“再废话，我连车带货给你扣了！”老周气得浑身发抖，当场甩门上车。行，我不卖了，你留着自己发财。他一脚油门，直接开车离开。得知我新开了木材厂后，一脚油门到了我这儿。后面赶去叶森那的工地材料园、林场师傅和家具厂下料工，遭遇一模一样。不到2小时，所有送料的人全被坑得怒气冲天，愤然离开。一传十，十传百，一上午全镇都知道叶森用黑心秤。原本热闹的木料厂瞬间冷冷清清，门可罗雀。叶森还坐在遮阳棚下，翘着腿刷视频，根本没意识到严重性。他只觉得今天运气差，来卖料的人少。我在镇南新场地接待怒气冲冲的老周和一众送料老板，看着大家委屈愤怒，我心里满是愧疚。各位老板，大家请放心，我这秤绝对准，绝不坑人压价。老周拍着胸脯，叶老板，我们就信你，你在哪儿，我们送到哪儿。镇南新场地因为各位老板的支持，第一天迎来开门红，小货车轻卡排成长队，优质干木料源源不断送来。我亲自过秤、结算、分类、码放，忙得脚不沾地，心里却踏实。不到一天，场地堆满优质木料，分类清晰，摆放整齐。另一边的旧木材厂，叶森看着眼前空荡荡的木料场，一天了，根本没人来他这送货，就算是想着来送货试试的，也被他的黑心秤气走了。家具厂的张总得知我搬迁，特意打来慰问：“小叶，需不需要帮忙？你的渠道和品质，我信得过。不管你搬哪儿，订单永远留着。”我心里一暖，连忙道谢。张总，谢谢您信任。新场地3天后正常供货，绝不耽误。千万别学掺假的，我们厂品质要求极高，不合格永久拉黑索赔。我笑着应下，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挂了电话，木炭厂刘厂、建筑工地赵工相继来电，所有人都表示只认我叶枫的货，合作不变。这一刻，我彻底放下心，我的渠道、信誉、品质完好无损。而原木料厂，叶森终于慌了，从早到晚，整整一天没有一辆送料车进场，场地空荡荡，连一根木条都没新增。叶森坐不住，从棚里冲出来，对跟班大吼：“人呢？送木头的都去哪儿了？平时天天来，今天怎么一个没有？”跟班心里清楚，是黑心秤得罪光了所有人，但他也不敢说。没有货源，叶森把心思放在了我留下的20吨优等料上。那批料是我精心挑选、烘干、分拣、除虫的特级料，价值10几万，是我准备发给家具厂的头等货。叶森看着木料，眼睛发亮，仿佛看见大把钞票，直接把腐烂、虫蛀、发霉劣质料全部混进优等料。黄毛虽然不懂这些，但看到叶森的动作，上前想要劝阻2句：“李哥，这不能混吧？这些劣质木材和优质木材混了以后不就废了吗？”叶森二话不说，抬手一巴掌扇在跟班的脸上：“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教我做事？我说是好料就是好料，赶紧混一起，别耽误卖钱。”跟班捂着脸，敢怒不敢言，只能照做。叶森还觉得不够，为增重多卖钱，竟直接拿水管往木料堆疯狂浇水，大量水渗入木料缝隙，重量瞬间暴涨。叶森看着湿漉漉的木料堆，得意大笑：“这样才对，重量够了，钱才能赚多。”他完全沉浸在一夜暴富美梦里。叶森根本不知道，含水率超标、掺杂劣质料和霉变虫蛀是旧木料行业3大死忌。他亲手把我留下的优等料变成一文不值的垃圾，更变成送他走向灭亡的催命符。原木料厂里胶水掺杂的木料堆在一起，密不透风，不到半天，木料表层就开始发霉，散发出刺鼻霉味。大量虫子从虫蛀料爬出，四处乱窜，场面恶心至极。以前的老主顾王叔路过以前的木材厂，看到这一幕，心疼的直叹气。那都是我辛苦攒下的好料，就这么被糟蹋。他偷偷拿出手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视频里发霉木料、湿木板、混杂烂料，触目惊心。看完视频，我眼神冰冷，没有丝毫心疼。那些料早就不属于我了。我关掉视频，继续盯镇南施工。3天期限已到，所有工程全部完工，40亩场地全部硬化，3个标准化棚屋整齐处理，地磅校准到位，监控全覆盖，透明过秤。
整个场地干净、规范、有序，气派非凡。这是全镇第一个标准化旧木料加工基地。我站在场地中央，看着眼前一切，心里充满底气。当天下午，我开始正式批量加工，家具厂、木炭厂、建筑工地货车依次进场装货。所有木料经过严格分拣、烘干、质检，品质远超标准。验货员看完货，当场竖起大拇指：“叶老板，你这货品质比以前还好。”我们以后可以长期合作。我笑着点头，心里无比踏实。品质就是我最好的名片。而原木料厂叶森也做好了送货准备，他把发霉、含水、掺杂劣质料胡乱打包，装上3辆货车，又亲自押车，满脸得意地直奔省城家具厂。坐在车上，叶森给我打了个电话炫耀：“叶枫，没有你，老子也能按时交上货。你就守着你那破厂子做发财梦吧。”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冷笑出声：“等着你的可不是巨款，而是拒收与巨额索赔。”货车一路疾驰，很快抵达家具厂收货口。叶森跳下车，趾高气扬对验货员喊话：“老板呢？赶紧出来验货，我这儿可都是好料。”验货员面无表情，拿起检测仪走向第一辆货车。检测仪刚接触木料，就发出刺耳红色警报：“警报！警报！不合格！”验货员放下检测仪：“这就是你说的好木料？我们合同里签的可是国标优质木料，你交的这货严重掺假造假，我们不仅拒收，还要按合同追究违约。”叶森脸上笑容瞬间僵住，整个人愣在原地。不收？凭什么不收？他冲上去抓住验货员衣服，情绪激动：“我这全都是最好的木料，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我知道了，是叶枫那狗东西指使你的。”验货员冷冷甩开他，语气严肃：“我们只收国标优质木料，就你交的这东西，等责着赔偿我们生产线的损失吧。”叶森彻底慌了，疯狂让人打开第2车、第3车，结果一模一样，全部不合格。模板里甚至查出碎砖头和烂木屑。家具厂负责人当场赶到，看完木料，脸色铁青：“叶森，你已经构成了商业欺诈，我厂永久拉黑你，保留起诉权利，立刻把货拉走，永远别再出现。”叶森瘫软在货车旁，浑身发抖，面如死灰。他做梦没想到，暴富梦在这一刻彻底破碎。那批他以为能卖大钱的木料，竟成了没人要的垃圾。他想求情辩解，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理规则他一窍不通，被拒后的后路渠道他全都没有。他只能眼睁睁看着3车货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叶森只能灰溜溜驾车离开家具厂。他不死心，拉着木料直奔木炭厂和建筑工地，可结果没有任何区别。木炭厂明确表示，只收纯硬木，掺杂发霉含水料，一律拒收。建筑工地更是直接拒绝，模板含水率超标易断裂，极易引发安全事故。1天时间，叶森跑遍所有能想到的厂家，全部吃闭门羹。3车木料拉出去，又原封不动拉回来，来回运费、人工费、油费，白白赔进去好几千。回到原木料厂，叶森把货车一停，再无往日嚣张，坐在发霉木料堆上，眼神空洞，满脸绝望，刺鼻霉味钻进鼻腔，让他一阵阵作呕。他终于明白，旧木料生意真不是谁都能做。他以为抢走场地木料就能抢走我的生意，那些货被家具厂当场拉黑拒收，3车发霉木料原封不动拉回原木料厂。叶森站起身，看着3车被拒收的木料，一脚踹在车轮上，怒火攻心却无处发泄。黄毛吓得缩在一旁，连大气都不敢喘。哥，现在怎么办？货没人要，钱没赚到，还倒贴运费。叶森回头狠狠瞪着他，眼神凶厉的吓人。怎么办？老子还能怎么办？都怪叶枫那个混蛋！肯定是他提前跟厂家打了招呼，故意整我。他把所有失败全部推到我头上，丝毫没有反省自己掺水掺假换黑心秤。黄毛小心翼翼开口：“哥，要不我们把木料低价卖给农村烧柴火的，多少回点本钱。”叶森一巴掌又甩过去：“放屁！那能卖几个钱？老子丢不起这个人！”他站在霉味冲天的木料堆前，越想越不甘心，一个恶毒的念头从他心底疯狂滋生。既然正规厂家不收，那他就换个方式坑钱；既然明着赚不到，那就来暗的。他已经彻底疯了，为了钱，什么底线都敢踩。当天下午，叶森弄来一批劣质建筑木方，他把那些发霉、虫蛀、浇过水的旧木料全部夹在中间捆好，表面看上去整齐干净，内里全是一碰就碎的烂木头。又通过野广告联系上一些没有资质的小包工头。我这里有一批积压建筑模板木枝，急着出手，比市场价便宜1半。包工头贪图便宜，当场来看货。叶森故意只拆开表面完好的木料展示，你看，干透结实，盖房子绝对够用。包工头没仔细检查，当场下单，付了2万定金。叶森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放心，保证给你装得满满当当。黄毛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叶哥，这要是塌了，会出人命的。叶森冷冷瞥他一眼，出了事儿也是他们自己贪图便宜，跟我有什么关系？少废话，赶紧装车！
叶森以为自己瞒天过海，却不知道这一步，直接把自己送进了深渊。木料拉到工地第2天就出了大事，工人织模时，木方当场断裂，架子坍塌，2名工人从高处摔落，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腿骨骨折，腰椎受伤，必须住院治疗。包工头当场暴怒，带着一群工人直接冲到原木料厂。叶森，你给我滚出来！你卖的什么烂木头，差点出人命！叶森刚出门就被包工头一把揪住衣领。你敢卖伪劣木料害人？今天我不弄死你！叶森吓得魂飞魄散，拼命挣扎。你放开我！木料出手概不负责。我已经拍好照，录好视频，木料人证商单全部齐全，要么双倍赔偿，要么我现在就报警告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叶森脸色瞬间惨白，他很清楚，一旦报警，他绝对要坐牢。他只能咬牙答应赔偿，不仅把定金全部退回，还把身上仅剩的钱掏空，凑了6万赔偿款。这一下，他彻底一穷二白，钱赔光，木料烂光，叶森彻底成了穷光蛋。黄毛见他彻底垮台，连夜偷偷溜走，再也没出现。曾经围在他身边的闲散人员更是跑得一个不剩。原木料厂只剩下叶森一个人，守着一堆发臭的烂木头。到了交场地租金的日子，房东直接上门锁门，欠了1个月租金还敢占着地方，滚！叶森想撒泼，却被房东带来的人直接扔到路边。铁门上锁，贴上收回场地的字条。他站在大街上，风吹得他衣衫凌乱。曾经嚣张不可一世的村霸，如今像条丧家之犬。他看着来往行人，眼神里充满怨毒。所有人都在笑他，都在看他笑话，而这一切，他依旧全部算在我头上。走投无路的叶森彻底堕入黑暗。他开始整天酗酒，喝得烂醉就跑到镇南新木料厂门口闹事。叶枫，你滚出来！你坑我，你害我，你这个抢生意的小人！你不得好死！他满嘴污言秽语，躲在大门口撒酒疯。工人想上前驱赶，被我抬手拦住。别碰他，让他闹。我直接打开全场监控，对准他拍摄。他闹得越凶，骂得越脏，越是在给自己加罪。路过的送料老板、附近村民全都指指点点。这不是叶森吗？抢自家弟弟的厂子，搞垮了，还有脸闹？黑心秤、掺假木料、坑工人这种人就该烂到底！丢人现眼的东西！赶紧滚远点！叶森听到这些话，气得发疯，却没人怕他。他闹到筋疲力尽，最后瘫坐在地上大哭，可没有一个人同情他。闹事没用，叶森又开始东歪心思。他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有货车进出送货。这天深夜，他趁着酒劲偷偷摸进我场地附近。他拿着砖头狠狠砸向一辆即将发车的货车轮胎，下一秒，轮胎当场瘪掉。他还想砸第2辆，却被我提前安排的安保当场抓住。我看着监控里的画面，眼神彻底冷了下来。以前我不跟他计较，是不想脏了手。现在他竟敢破坏生产，威胁行车安全，已经触碰法律红线。我没有半句废话，直接打电话报警。警车很快赶到，将还在撒泼的叶森当场带走。面对监控录像、损坏轮胎、现场证人，叶森无从抵赖，故意损坏财物、寻衅滋事、扰乱生产经营，3项事实清清楚楚。警方当场作出处罚，行政拘留15日，并处相应罚款。叶森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那一刻，他终于慌了。他隔着车窗朝我大喊：“叶枫，我不会放过你的！”我冷冷看着警车驶离，没有一丝表情。你不会放过我，可我会彻底让你没有机会再害人。拘留15天出来后，叶森整个人彻底垮了，脸色蜡黄，眼神浑浊，浑身散发着一股颓败气息。村里没人理他，亲戚躲着他，连家门都不让他进。他欠着一屁股外债，走投无路。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很快送到他手上，家具厂的索赔、工地的赔偿、行政处罚的罚款，加起来整整35万。他名下没有存款，没有车，没有值钱物品。法院依法将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除了最基本的生活，他什么都干不了。叶森成了人人唾弃的老赖，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接连失利后，叶森变得更加疯狂。他开始在村里到处造谣，恶意诋毁我的名声。他逢人就说我的木料都是劣质货，烘干不到位，用了会出问题，说我称准都是装的，背地里也坑人。只是他们不知道，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刚开始确实有一些人半信半疑，有些送料老板甚至犹豫要不要继续把木料卖给我。叶森躲在暗处，得意地看着这一切。他以为靠谣言就能毁掉我信誉，让我生意一落千丈。可他太低估行业人的判断力，更低估我3年积累的口碑。我没有急着辩解，只做了一件事：我把新场地全部开放，邀请所有送料老板、厂家上门参观监督，从分拣、烘干、除虫到过秤、结算、装车，全程公开透明。我还把每一批木料的检测报告张贴在公示栏，含水率、虫蛀率、纯度，所有数据一目了然。大家看完现场，看完数据，全都恍然大悟。叶森就是眼红造谣，叶老板的货最实在。叶森的恶意诋毁反而让我的口碑更加稳固，大家更加看清叶森的人品，对他更加厌恶疏远。叶森得知结果，气得差点吐血。他用尽手段，却一次次让自己更加狼狈。眼看造谣没用，
叶森又把主意打到拆迁政策上。他知道我新场地属于镇南规划区，有正规手续，他却故意跑到镇政府拆迁办恶意举报。叶枫的木料厂违规占地、违规施工、违规经营，还没有正规手续，污染环境，扰民滋事。他一连举报好几次，添油加醋，捏造事实。镇政府和拆迁办非常重视，立刻派工作人员上门核查。我心里非常平静，一点都不慌，因为我所有手续齐全合法，场地租赁合同、营业执照、环保备案、安全审批一应俱全。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查阅所有资料，查看场地规范运营情况。核查完毕，工作人员当场给出结论：叶枫的木料厂手续齐全，合规合法，不存在违规问题。恶意举报、捏造事实，要承担相应责任。叶森得知核查结果，彻底傻眼。他本想借其他力量整垮我，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因为多次恶意举报、扰乱公务，他被相关部门警告批评，一旦再犯，将依法处理。叶森吓得再也不敢随便举报。他坐在路边，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无力。他发现自己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伤不到我分毫，而我每一次都稳稳站着，越做越强。经历多次失败后，叶森终于安静了一段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彻底认输，准备放弃，可谁也没想到他憋了一个更大的阴招。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份我早年的旧木料供货合同，又偷偷模仿我的签字和印章，伪造了一份虚假高价供货协议。叶森拿着伪造协议，找到本地一家小型家具厂。我是叶枫的合作代表，他让我带供货价格比市场价低20%。小厂老板不疑有他，看到价格便宜，立刻答应合作。叶森当场签订虚假合同，收取小厂定金3万块。拿到钱后，他根本没准备供货，而是直接把钱挥霍还债。小厂老板等了几天，迟迟不见供货，打电话联系叶森，却发现早已被拉黑。老板意识到被骗，又气又急，立刻想到我头上。他带着合同怒气冲冲跑到我镇南木料厂，找我讨说法。叶枫，滚出来！收了定金不供货，还拉黑我！我听完事情经过，立刻明白是叶森搞鬼。我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安抚老板情绪，又拿出我所有真实合同和他手里的伪造合同对比。这是叶森伪造合同诈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陪你一起去报警，一定把钱追回来。老板看完证据，又愧疚又感激，他连连向我道歉，感谢我明辨是非。当天下午，我陪着小厂老板一起到派出所报案，我们提交所有证据，执法员高度重视，立刻立案调查。根据线索，执法员很快锁定叶森，并在原木料厂将他抓获。面对确凿证据，叶森无从抵赖，只能如实交代诈骗事实。他伪造合同诈骗钱财，证据确凿，执法员依法对他采取强制措施。消息传开，整个村子、整个行业都震动了，大家纷纷拍手称快。站在新场地里，我看着远方，心里没有报复快感，只有平静。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谁送进监狱，可叶森一次次突破底线，触犯法律，最终只能自食恶果。诈骗案还在进一步审理中，而我经历这一切风波，信誉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更加深入人心。所有厂家、客户、送料老板对我更加信任尊重。叶森被抓后，他委托执法员多次找到我，让我去探视，又哭着求我谅解。叶枫，我的好弟弟，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知道错了。我愿意赔偿你的所有损失，你撤案吧。看着他可怜的模样，我心里有些不忍，毕竟是我的亲哥哥。但我很清楚，法律不是儿戏，诈骗更不是小事。我可以谅解他对我的伤害，但我不能替受害者原谅，更不能干涉法律。你触犯的是法律，不是我个人恩怨。该赔的赔偿，该认的认错，法律会公正判决。听完这话，他知道再求我也没用，只能失望低头。不久后，法院公开审理叶森诈骗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叶森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听到判决那天，我正在场地里验货，我只是淡淡点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一切都是他自己选的，才会把自己送进牢笼，而我始终坚守良心，一步步走向光明。叶森入狱后，他强占的原木料厂彻底无人管理，场地被村里收回，准备重新规划利用。曾经热闹的场地，如今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发霉腐烂的木料被彻底清理，空气中霉味终于消散。我偶尔路过那里，只是淡淡一瞥，没有留恋。那里是我起步的地方，也是贪婪者的埋骨之地。我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更广阔的未来。镇南新木料厂每天依旧车水马龙，生机勃勃，送货的货车络绎不绝，装货的大车进进出出，工人忙碌有序，脸上带着踏实笑容。我站在场地中央，看着这一切，心里充满安稳。随着口碑越来越响，我的木料厂名气越来越大，周边县城、市区的厂家纷纷主动找上门，寻求长期合作。他们给出优厚价格，签订长期合同，只求稳定供货。我的订单量再次迎来大幅增长。为了满足需求，我决定再次扩大规模。我租用旁边闲置地块，
新增2个大型烘干车间和1个深加工车间，引进更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实现分拣、烘干、切割、打包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品质更加稳定统一，员工数量增加到50多人，全部是本地村民，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赚钱养家。很多家庭因为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看着大家越来越好，我心里充满成就感。做生意最高境界不是自己赚多少钱，而是带动更多人一起变好。规模扩大后，我更加重视品质管控。我设立专门质检部门，每一批木料都要经过3道检测：含水率检测、虫蛀检测、纯度检测，任何一项不达标，坚决不准出厂。我彻底成为本地旧木料回收加工行业的绝对龙头。这天，我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叶枫，你来一趟医院，叶森突发疾病，你是他唯一的家人，他说想见你。还是开车赶了过去。到了医院里，我看见叶森蜷缩在椅子上，面黄肌瘦，咳嗽不止，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医生检查后说是长期营养不良劳累引发的严重肺炎。叶森看见我，眼神复杂，有恨有怨，有羞有愧，最后只剩下绝望。我没脸见你，我不会救你，但也不会看你死在这里。我垫付了急诊和住院费用，然后转身离开。住院半个月，叶森出院后彻底变了个人。他托警察给我带了一张纸条，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我错了，我悔了，我再也不害人了。我看完纸条，随手扔进抽屉。错了有用吗？悔了有用吗？不久后，几辆印着法院执行字样的公务车便缓缓驶入了清风村。车身在晨光中泛着严肃的金属光泽。法院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厚厚的执行文书，身后跟着村委会的干部。一行人沿着村里坑洼的土路径直走向叶森老家那座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工作人员按照法定程序，在房屋门口张贴了查封公告。红色的封条在灰白的墙面上格外醒目，仿佛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宣告着这座老屋的命运。随后，经过法定的拍卖程序，这座老屋被一位外地商人拍下，拍卖所得的款项一分不少的被划入法院指定账户，全部用于偿还叶森欠下的巨额赔偿款。日子一天天过去，等到叶森刑满释放，走出拘留所大门的那一刻，他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脸上满是茫然与无措。他身上依旧穿着入狱前那套破旧的衣服，身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头发凌乱地贴在额头上，整个人瘦得脱了形，再也没有了当年村霸的半分锐气。他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只能漫无目的地沿着公路往清风村的方向走，脚下的路仿佛没有尽头，脑海里反复浮现着自己曾经的嚣张与如今的落魄，心里五味杂陈。等他回到清风村，走到老家的位置时，彻底愣住了。那座熟悉的破旧土坯房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一片平整的空地。他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他彻底无家可归了。与叶森的走投无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事业依旧在稳步攀升。经过慎重的考察与规划，我拿下了邻县一块占地100亩的场地，这里交通便利，紧邻国道，大车进出顺畅，周边货源充足，是开建第2座再生木料产业园的绝佳选址。开工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施工队准时进场，大型挖掘机、推土机、起重机等设备依次到位，轰鸣声此起彼伏，打破了场地的宁静，也开启了我事业发展的新篇章。我投入重金，从国外引进了全套全自动生产线，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经过深加工的旧木料，彻底摆脱了破烂的标签，摇身一变成为了高档家具板材、环保建筑材料，纹理清晰，质地坚硬，环保无污染，深受市场的青睐。我的产品不仅供应本省，还通过外贸渠道出口到周边省份，甚至远销到东南亚地区，订单源源不断，仓库里的货物常常供不应求。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也没有忘记回馈乡亲。很多村民告别了外出打工的奔波，在家门口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大家提起我，无不充满感激与尊敬。鉴于我在乡村振兴、带动就业、规范行业发展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政府特意授予我乡村振兴带头人、优秀企业家等荣誉称号，奖牌沉甸甸的，不仅是对我过去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我未来发展的鞭策。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宽敞气派的办公楼里，俯瞰整个产业基地，心中总会涌起无限感慨。曾经，我被叶森带着人堵在木料厂门口，狼狈驱赶。那一刻的屈辱与不甘，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的我一无所有，只能默默承受，暗自努力。而如今，我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看着下面车水马龙、灯火通明的景象。这一切都是我用汗水和坚守换来的。闲暇之余，我偶尔会开车路过曾经的原木料厂，那是我事业起步的地方，也是我曾经遭受屈辱的地方。如今那里早已被整改清理，曾经的破旧棚屋、发霉烂木、黑心秤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干净平整的公共停车场，偶尔有车辆有序停放，显得整洁而有序。站在停车场门口，微风拂过脸颊，带着淡淡的草木清香，阳光洒在身上，温暖而舒适。那段被欺压、被抢夺、被针对的艰难日子早已成为了遥远的过去，如同过往云烟，再也掀不起我心中的波澜。我站在阳光下，闭上双眼，深深吸了一口气，真好。
一切都过去了，我心里一片平静，没有怨恨，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历经风雨后的淡然与从容。我从没有想过要报复谁，只是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初心，守住良心，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笔生意。我始终相信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作恶的人不需要我亲自动手，自有规则和法律去收拾，有生活去惩罚，而坚守正道的人终会得到生活的馈赠。随着我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者慕名而来，他们带着对成功的渴望，带着创业路上的困惑，来到我的产业园，向我取经学习。我从不吝啬，每次都会亲自带着他们参观整个产业园，耐心地为他们讲解每一个环节的运作流程，解答他们的疑问。我先带他们来到磅秤区，指着那几台经过国家，随后我带着那些创业者们走进烘干车间，车间里干净整洁，全自动烘干设备有序运转，温热的气流扑面而来，一排排木料整齐地摆放在传送带上，经过精准的温度和时间控制，变得干燥而结实，没有一丝霉变和虫蛀的痕迹。我又带他们来到质检区，展示了每一批木料的检测报告，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含水率、虫蛀率、纯度等各项指标，每一项都符合国家标准，公开透明，没有丝毫隐瞒。最后，我们走到原料堆放区，看着排队送货的老乡们，他们脸上带着踏实的笑容，有条不紊地将优质木料卸下，工作人员认真地过秤登记，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没有丝毫混乱。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年轻创业者们脸上满是敬佩。第一，不坑农，不短秤，不压价。第二，不掺假，不注水，不以次称好。第三，不欺软，不怕硬，堂堂正正做人。我告诉他们，只要做到这3点，无论做任何行业，都能站稳脚跟，都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年轻创业者们听完，全都肃然起敬，纷纷点头。他们或许明白了，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坚守底线，才能行稳致远。随后，我带着那些创业者们走进烘干车间，车间里干净整洁，全自动烘干设备有序运转，温热的气流扑面而来，一排排木料整齐地摆放在传送带上，经过精准的温度和时间控制，变得干燥而结实，没有一丝霉变和虫蛀的痕迹。我又带他们来到质检区，展示了每一批木料的检测报告，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含水率、虫蛀率、纯度等各项指标，每一项都符合国家标准，公开透明，没有丝毫隐瞒。最后，我们走到原料堆放区，看着排队送货的老乡们，他们脸上带着踏实的笑容，有条不紊地将优质木料卸下，工作人员认真地过秤登记，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没有丝毫混乱。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年轻创业者们脸上满是敬佩。第一，不坑农，不短秤，不压价。第二，不掺假，不注水，不以次称好。第三，不欺软，不怕硬，堂堂正正做人。我告诉他们，只要做到这3点，无论做任何行业，都能站稳脚跟，都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年轻创业者们听完，全都肃然起敬，纷纷点头。他们或许明白了，成功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坚守底线，才能行稳致远。我只是笑着摇头，眼神里满是坚定。我知道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从来都不是小事，它们关乎着品质，关乎着诚信，关乎着我的初心，关乎着整个产业园的未来。良心这东西，就像一颗易碎的珍宝，需要时刻呵护，一天不盯紧，就可能走偏。一旦走偏，就可能万劫不复，多年的努力也可能付诸东流。1年后，全市再生资源行业大会如期召开，会场布置的庄重而大气，来自全市各地的行业大佬、政府领导、厂家负责人、供货老板齐聚一堂，共商行业发展大计。我作为区域再生资源行业的龙头企业代表，受邀上台发言，站在高高的演讲台上，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人群，我的内心平静而坚定，没有丝毫紧张。我缓缓开口，讲述起当年被叶森强占场地的屈辱经历，讲述起那些被黑心秤坑害的乡亲，讲述起叶森掺假造假、恶意破坏的恶行，讲述起我如何在绝境中坚守初心，如何一步步逆风翻盘，如何用良心和品质赢得市场的信任。我的声音平静而有力量，每一句话都饱含着我的经历与感悟。台下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全场安静无声，只有我的声音在会场里回荡，偶尔传来几声轻轻的叹息，那是对我遭遇的同情，也是对叶森恶行的唾弃。讲完我的经历，我抬起头，目光坚定地看着台下的每一个人，声音沉稳有力，一字一句地说道：行业要干净，先从人心干净开始。我以我3年经历保证，守信者天不负，作恶者法不容。话音落下，会场里先是短暂的沉默，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掌声经久不息，响彻整个会场。那是对我的认可，是对我坚守初心的敬佩，也是对整个行业未来的期许。行业大会结束后，家具厂的张总、木炭厂的刘厂、建筑工地的赵工，这3位我多年的老合作伙伴一起找到了我，他们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眼神里满是信任。我们坐在会议室里，畅谈着未来的合作计划。他们一致表示，这些年来我的诚信和品质，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愿意与我长期合作，永远支持我。
当天，我就与这3家龙头企业签订了5年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协议上的每一个条款都凝聚着我们之间的信任与默契。这份协议的签订也彻底稳固了我在区域旧木料供应行业的地位。从此，整个区域的旧木料供应，我一言九鼎，无人能及。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是一个深秋。这天下午，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走出办公楼，准备到产业园门口巡查。就在这时，一个落魄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那人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和污渍，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编织袋，手里拿着一个铁钩子，正弯腰在路边的垃圾桶里翻找着塑料瓶，动作笨拙而卑微。我仔细一看，才认出那个人是叶森。他已经出狱一段时间了，曾经的嚣张跋扈早已被生活的磨难磨得一干二净，整个人显得苍老而疲惫，脊背也变得佝偻，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叶森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目光，他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我，眼神里瞬间闪过一丝慌乱和羞愧，连忙低下头，想要转身躲开，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又仿佛他自己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我没有上前，只是站在原地轻轻叫住了他，语气平静，没有怨恨，也没有嘲讽，只有一丝淡淡的期许。他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颤抖着，过了很久，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对不起。”声音沙哑而微弱，带着无尽的悔恨与卑微。说完，他没有再停留，也没有再抬头看我一眼，背着那个沉重的编织袋，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远。佝偻的背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孤单而凄凉，渐渐消失在路边的拐角处，再也没有回头。这就是叶森最终的结局，卑微穷困，被所有人遗忘，只能在无尽的悔恨和艰难的求生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当年的贪婪、蛮横和恶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我站在宽敞气派的办公楼窗前，看着窗外的一切，心中一片平静，没有丝毫波澜。窗外整齐堆放的优质木料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排排木料分类清晰，摆放有序，如同一个个坚守底线的卫士，守护着我多年的心血。满载货物的大车缓缓驶出园区，车轮滚滚驶向远方，每一辆车都承载着我的诚信与品质，也承载着客户的信任与期待。车间里，工人师傅们面带笑容，忙碌而充实。他们认真地操作着设备，细心地处理着每一块木料，脸上的笑容里有对工作的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也有对我的信任。原料堆放区，送货的师傅们安心地过秤卸货，脸上带着踏实的笑容。他们知道，在这里，每一份辛苦都会得到公平的回报，每一批货源都会得到妥善的对待。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是我用3年的汗水、坚守、良心和不妥协换来的。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出来的。我没有强大的背景，没有坚实的靠山，没有投机取巧的捷径。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双手，靠我对良心的坚守，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我只靠4个字：秤准价实，货真心正。这4个字是我做生意的底线，也是我做人的准则，更是我能走到今天的根本。夜深人静，整个产业园渐渐陷入了沉寂，只有办公楼里的灯光依旧明亮。我坐在书桌前，缓缓翻开那本破旧的记事本。记事本的封面已经磨损得厉害，边角卷曲，上面的字迹也有些模糊，却承载着我最珍贵的回忆，记录着我创业路上的每一步艰辛与坚持。第1页写着我当年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字迹工整而坚定，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清晰可见。那是我一生的坚守，也是我成功的秘诀。时至今日，无论我的事业做得多大，无论我获得多少荣誉，我依旧严格遵守着这句话，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它就像一盏明灯，在我迷茫的时候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在我浮躁的时候提醒着我坚守初心。这本破旧的记事本比我拥有的豪车、豪宅、名牌都更加珍贵，因为它记载着一个普通人如何在绝境中不放弃，如何靠良心逆风翻盘，如何用坚守赢得尊重，如何用诚信铸就辉煌。第2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再次洒向产业园，金色的阳光铺满了整个厂区，照亮了整齐的木料，照亮了忙碌的身影，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我站在办公楼窗前，看着眼前欣欣向荣的景象，心中充满了坚定与期许。我知道我的路还很长，未来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与机遇，但我不会害怕，也不会退缩，我会一直走下去，始终坚守初心，凭良心做事，走正道前行，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不辜负每一份努力，不辜负自己的初心与底线，行稳致远，心安一生。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也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会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这句话，去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成功，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